Hello， 歡迎收睇 Ellie Beach 自駕遊系列。如果你係第一次收睇呢個系列嘅話呢，咁你可以 click 翻右上角嘅連結睇翻第一集。第一集我哋講由 Brisbane 出發去到 Bundaberg 嘅推介。今集嘅行程就係由 Bundaberg 出發去到葉潘，全日嘅駕駛時間大約4個幾鐘。今集嘅內容包括有去睇超夢幻同埋會演奏嘅 Singing Ship， 仲有帶你去睇6000萬年前火山爆發而形成嘅線形岩層，最後就係去 Roslyn Bay 度睇醉人嘅日落。中意我嘅介紹就快啲訂閱我頻道啦。So basically, from Bundaberg to Yeppoon, it's a 4 hours drive, straight drive. But rather than driving continuously for 4 hours, we thought we'll take a break, and we have stopped at a Miriam Vale small town, and we've had a bit of a coffee and a break. Keep it safe driving, guys. Take rest between your drives. 冇錯啦，我老公解釋咗究竟點解我哋會嚟到呢個小鎮，純粹都係買杯咖啡，去個洗手間同埋散一散步。咪以為呢度係寂寂無名嘅小鎮，其實呢度有2樣嘢被列入為昆士蘭文化遺產。第一個就係眼前見到用嚟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嘅公園，第二個就係有成100年歷史、超大棵嘅無花果樹，你睇到佢個面積大到唔想連續揸4個鐘頭車嘅朋友就可以揀呢一個小鎮作為第一個休息地點。當然仲有好多其他選擇，回程嘅時候呢，就會推介一啲值得落車睇睇嘅休息地點。揸咗2個半鐘頭車就嚟到 Emu Park， 呢一度就唔係嚟睇 Emu 嘅，嚟睇另一樣嘢。泊好架車就經過呢一個 Ansett Court， 然之後就沿住沿海嘅 Memorial Walk 一路往山上行，就會去到 Singing Ship。 沿途都好多圖像講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故事，而眼前呢一幅畫呢，直情係將而家嘅你帶到去當年戰爭嘅平行時空一樣。平平無奇嘅一幅畫，配以後邊嘅實景，感覺就好似帶到你去現場咁樣。一路步行到小山丘嘅山頂，你就會見到呢一艘巨大嘅白色帆船。呢一艘帆船係紀念 Captain James Cook 喺1770年發現 Capricorn Coast 呢一個海灣嘅。呢艘帆船獨特嘅設計係代表住 Captain Cook 所駕駛嘅奮進號上邊嘅風帆、繩索同埋旗杆，再配以背後一大片藍色嘅海洋，象徵住呢艘帆船繼續喺海中心乘風破浪。咁點解呢艘帆船叫做 Singing Ship 呢？好簡單，因為呢艘帆船真係會唱歌㗎。原理係帆船上邊嘅船桿有好多隱藏咗嘅小孔，當海風一吹過嘅時候呢，佢哋就好似風琴一樣咁樣發出聲音啦。雖然佢發出嘅聲音唔係什麼天籟之音，但係感覺都好有趣。當地嘅居民話近排嘅風勢越嚟越大，所以呢艘帆船嘅歌聲亦都越嚟越大聲，要專人呢去調校佢，先至可以令佢細翻聲少少，唔好嘈住所有鄰居啊。選擇黃昏時分嚟嘅話，仲可以見到七彩繽紛嘅晚霞，整個畫面變得非常之夢幻。隨住太陽慢慢咁落下，天上面嘅顏色就越嚟越豐富，真係勁靚啊！我發誓我真係冇加過任何 filter 噶，呢度係純粹天然嘅顏色，真係靚到不得了啊！喺度影嘅相直情靚到可以用嚟做 wallpaper， 所以呢度絕對係我嘅星級推介。咩角度都影暈啊，都仲未捨得走。呢度就好似一種神秘嘅力量咁樣吸住你，唔俾你離開一樣啊！
影夠啦，真係要走啦，因為我哋盡量避免喺黃昏或者係晚間喺高速公路上面駕駛，咁樣就可以避開撞到袋鼠或者其他動物。而 Mill Park 同埋 Roslyn 都係葉潘附近嘅景點，佢哋嘅距離就只係10幾分鐘車程。我哋而家身處嘅地方叫 Double Head， 喺 Capricorn Coast National Park 嘅其中一部分。泊好架車，沿住小徑一路行入叢林，就會去到我哋下一個景點。沿路都有樹蔭遮，所以一啲都唔曬，而且所步行嘅斜度都唔會太斜，間唔中只需要行少少樓梯咁樣啦，所以都適合一家大細嚟呢度㗎。眨下眼就嚟到我哋呢一個景點啦。呢度係6000萬年前因為火山爆發而形成嘅線形岩石。呢度嘅岩石相當奇特，好似由一個軸心向外散開，成為一把線咁樣。咁係因為呢度原本係一大片好厚嘅熔岩，表層同埋深層嘅熔岩嘅冷卻程度同埋時間都不一致。熔岩嘅外層首先冷卻成為岩石，去到深層啲嘅熔岩開始冷卻嘅時候，表層嘅岩石就會分裂同埋收縮成為線形。大家見到我個頭亂到咁，就知道嗰度超級大風。好啦，睇完線形岩石，我哋就會繼續上山，去到山頂嘅另一個觀景台。行多10零分鐘就到達呢一大片草地，即係已經到咗山頂啦。呢度就係 Roslyn Bay Lookout。左手邊會見到 Cable Bay Marina， 係一個停泊遊艇嘅碼頭，而右手邊就係一望無際嘅 Coral Sea。如果你只係停留喺葉潘1日嘅話，咁你可以選擇中午嚟到呢度見到一個藍天白雲嘅 Roslyn Bay Lookout。不過就可能會有啲熱同埋曬，因為過咗叢林之後喺呢個山頭全部都係冇遮冇掩嘅。但係我哋選擇停留喺葉潘2日，所以第一晚就可以去 Singing Ship 度睇佢哋嘅晚霞，到第2日嘅黃昏呢，就嚟呢度睇日落。夕陽照射下，所有景物都變得金碧輝煌。喺眼前呢個碼頭嗰度有一間細小嘅魚市場，叫做 Roslyn Bay Fisherman Market。咁你可喺嗰度買到海鮮啦，包括有生蠔、蝦、蟹、龍蝦等等嘅。如果你喺葉潘訂嘅住宿有廚房嘅話呢，就可以買翻一啲海鮮翻去，自己做翻一個海鮮大餐做晚餐啦。我哋因為太早到，所以喺呢度等咗成半個鐘先至見得到日落。當然喺等嘅時間，我哋就係不斷咁影相、影相同埋影相啦。整條登山路徑都非常之易行，同埋亦都行得好舒服，所以一條路徑可以睇到千年南層同埋醉人日落2個景點。呢度簡直係一個性價比極高嘅推介。我亦極力建議大家可以預留2至3日喺葉潘度玩，因為你睇埋下一集就知道點解1日係絕對唔夠時間嘅。講咗咁耐，終於等到真正嘅日落啦！我喺呢度祝大家新年快樂，希望喺2022年大家已經無需戴口罩、無需打針、無需隔離，就可以周圍飛、周圍去旅行、周圍玩啦！而家就快速地睇下日落嘅全個過程，所有提及過嘅景點嘅資料呢，都可以喺我嘅 info box 度睇得到。如果你喜歡我嘅推介同埋想知更加多澳洲嘅資訊，就訂閱我頻道啦。仲有記得俾個 like 我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啦。下一集會繼續講葉潘2個必定要試嘅名物。仲有我哋終於去到目的地，見到 Airlie Beach 嘅真身。呢度沙清水幼，絕對係澳洲版嘅馬爾代夫。有興趣嘅話就記住留意我嘅新影片啦。下集見，拜拜。